那你后来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你想离开北疆？项目我已经拿下了，我准备去上海发展。要多少钱？我要的不是钱。你现在是北疆有名的设计师，事业正得意，应该遭到不少同行的嫉妒吧？你说，我要把那些好东西发到网上去，会怎么样？那些曾经被你打败的人，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的荣誉踩在脚底下的。你只要乖乖的待在我的旁边，你可以继续拥有你这完美的事业。就是那天，让我下定决心，与其被他永远操控，不如让他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刘连明呢？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一个人，只要起了贪心，是永远喂不饱的。我猜到你可能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没想到是人命案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咱们既然是老乡，我肯定帮你帮到底。这样，你只要给我20万，这件事儿我就当不知道。我受够了被梁毅威胁的生活，我更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努力被刘连明给毁了，所以我决定彻底的解决问题。视频呢？放心吧，咱都是讲究人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看好了，一键删除。确认一下内容，没问题就签字吧。哎，我还能请教个问题吗？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破绽的？因为有一个人看见了你指甲的颜色，他左手小指甲的颜色比其他指甲要亮一个色度。这有什么区别啊？识别颜色，对于一个美术生来说就是基本功。刚涂过油的指甲，会比已经涂过一段时间的指甲表面更亮，而且美甲和原甲之间会有一条微小的细缝。那是指甲生长的痕迹，可他的左手小指并没有这样的痕迹。他左手小指的指甲是新做的，所以他是磨掉了美甲上的氰化钾，再涂的指甲油。我曾经以为，我拥有这张脸，它就可以帮我实现我所有想要的成功。但我现在更怀念以前的自己。曾经的我，脸很方，
鼻子也有点宽。小的时候我特别自卑，但我一直相信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足够优秀，我就可以用我的才华征服世界。我还画了另外一张画，也是送给你的。以前的你，让我想到了她。居里夫人。对，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，她的成就超过了大部分同时代的男性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代表着女性力量。从你的作品里，我也看到了相似的力量。它源自你的才华和野心，而不是你的外表。我相信，曾经的那个你，总有一天会成为享誉国际的设计师。谢谢。第3个谎言，就是马拉之死本身。没想到吧？从一开始，画家就在欺骗所有人。关键的秘密就在马拉手中的这张便签里。画中的便签上写的是柯代在向马拉求援，马拉正准备资助他，可现实并非如此。马拉在遇害之前给诗人留下的最后文字，竟然是一份处决名单。这才是隐藏在便签纸下的真相。这份处决名单里写满了马拉准备要铲除的异己者的名字，而柯代孤身进入险地，就是为了阻止马拉的杀戮。柯代曾经在法庭上说：“我杀一个人，是为了拯救10万个人。”从远古的壁画到伦勃朗的夜巡，画家一直在历史中担当着存留现场、还原瞬间的使命。可是在这里，原本的内容只是一处小小的改动，便让马拉从一个杀戮者变成了一个慈善家，让一个女英雄涂抹上了污名。绘画中的历史、现场都是真假混杂的，我们可能要花上一生的时间去分辨。案子办得不错啊，听说你们2个打了个赌啊？陆成，愿赌服输啊？啊，认不认啊？认，我当然认。办公室的分配还是要服从局里的安排，我没意见。这才有点队长的样子。沈毅啊，你刚到局里面，很多一线作战的经验还不是很丰富，要多跟老同志在一起，多学习学习啊。是，我一定。张局，沈毅初来乍到，这次虽然表现不错，但还是不太熟悉我们的办案方式，所以，要不让我带带他？可以啊，我还是很相信沈毅同志的。蒋峰，你听说了吗？程队要跟沈老师一起搭档了。啊！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啊？你知道不告诉我？那你也没问我呀。但你说他们俩现在这种情况，能搭档到一起去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程队那是把朋友放在身后，把敌人放在眼前，都是为了更好的监视。监视？沈老师有什么可监视的？哎，你说李涵，我永远都是你身后的那个好朋友。
这么开心啊？是因为案子破了吗？算是吧。哎，新来那个沈毅怎么样啊？这几次的画像，局里都传遍了。他画的再像，最后还不是靠我们抓。你对他有意见？对啊。是因为雷队的案子？那个案子你应该清楚，他也是被利用的。我想不通，一个戴了口罩、只露半张脸的毁容女人，她说话就画出来了。7年了，找她画雷队的那个女人，她为什么画不出来？我认识的杜城，不会总是怨天尤人的。你要把它拿走吗？张局让我来接你，说有个案子要你去。昨天晚上丰美路派出所接警了一起抢劫案，现场有4个目击证人，3个画画的，一个小超市老板，让那3个画画的一人画张画像，没张能抓着人的，所以他们。这次又麻烦分局了。哦，没事，感谢啊。吵什么呢？你还配得上画家这2个字没有？3个人画了3张不同的脸，吵了1夜了，非说自己画的最像。你认识？都是办过展、叫得上名的画家。画像呢？哦，对。你看看，这完全都不一样。这张最过分，这让我们上哪找人呢？
这是附近小区监控拍到的视频，非常模糊，大概能看清这个男的戴眼镜。错了，这个男的根本不戴眼镜。这不是镜片的反光吗？这个反光不是镜片造成的，是人的瞳孔在暗处会本能的张大，造成红眼的现象。再加上设备老旧，噪点太多，所以你们觉得这是镜片的反光。况且，如果说这个人真的戴了眼镜，那他脱衣服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扶眼镜的动作？小张，你调一下，回放一下，我再看一眼。你对监控很了解啊？对着监控画像，这不是我的基本功吗？对了，第4个目击者呢？哦，问过了，媳妇不说啥，半天就憋出一个相貌平平，没什么用的。谁说没什么用啊？相貌平平，说明这个人的五官比例分布很均匀，是非常重要的画像气息。麻烦您再帮我倒回去，谢谢。好，停。你们3个回去吧，人抓到了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用的几句话。谁的也没用，用的是这张。这线条极其的简单，干净顺畅，没有丝毫的冗笔。这让我想起一个人，沈毅。郑队，新到的茶咖。小茉莉味的，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啊？程队，我觉得啊，这沈毅肯定有问题。你也感觉到了？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太神了吧，什么都能画得出来，这不科学。我不是说这个，你想想，一个画家年纪轻轻的，事业有成，突然之间到警校当美术老师，现在又跑来当画像师。对呀，为什么呀？哎，程队，你这第一次跟沈毅出去单独办案，感觉咋样？啊？把咖啡喝了，精力充沛了是吧？报告填了。不是。喂？什么？现场一定要封锁好。手机都收起来吧，别程队，什么情况？宣操场扣件，挖出一具白骨。扣站那帮学生，让他们别拍照了。别看了啊！好，都别看了，给我回去吧。别看了啊！来挺快啊，骑车比我开车还快啊。路上堵车，开车也慢。哎，让让。现场什么情况？排骨是施工工人挖地基的时候发现的，从包工头到学校绕了好几个圈才报的案，没有采取任何的形象保护措施。想要找线索，需要花一些时间。小峰，去联系校长，疏散学生，把一切照片都删了，任何消息不能外流。好。女性骸骨死了得有10年了，左侧第5根肋骨下方有陈旧划痕，应该是狭长刀具所伤。内脏都已经腐化消失了，
从位置上看，这一刀刺在心脏，是致命伤。可以判定是非正常死亡。从指骨联合发育的情况上看，死者不超过20岁，但从臼齿的磨损程度上看，年纪应该是在40岁以上。虽然同为女性，但应该是分属为2个人，一个是青春期少女，一个是中年女性。骨头是不会骗人的。所以，这副骨架是2个人拼接起来的。这具骨骼分属2个不同的死者。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确认死者身份。做个 DNA 比对应该也不难吧？那要是死者 DNA 没在数据库里，不还是白忙一场吗？像这样的陈年积案啊，咱们见过可不少了。哎呀，骨架这块已经出动了所有的人力来查找失踪人口，但不知道什么能找到。我认为应该先从头骨查起。如果有人光凭头骨就能复原人脸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能找得更快一点吧？沈毅，你能不能？能。你想清楚再回答。你问我，不就是希望我说可以吗？希望不要等我们案子破了，你再画出来。散会。哎呀，小沈啊，你呀，还是太年轻。随便一说。请进。画的怎么样了？我尝试用头骨去倒推尸体9象图，现在刚到肉身腐烂的阶段。你看看这个。哎，太好了，你把颅骨带来了。你摸摸这儿，这里。编号被磨掉了。进展怎么样？很快了。看起来不像很快啊。不，就是很快。人家说快，你也说快，能画出来吗？不用画了，身份已经确认了。你看这儿，有一道被磨损的痕迹，有人用砂纸从颅骨的表面磨到了编号。什么意思？美院教学使用的头骨有一些是捐赠的真人头骨，这些头骨都有捐赠编码，使用也是很特殊的油墨。如果想要彻底去除，就得强行磨掉。所以这是一个教学版的真人头骨，来源不难追查。真的？我们医学院教学的时候用的人骨也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先查一下学校的美术教室。
是很。额骨稍圆，眉骨平滑，典型的女性特征。智齿未萌出，可能是青春期少女。根据颅骨的长度和颅围推测，身高在1.69米到1.72米之间。头骨的表面比较平滑，体型偏瘦。这个颅骨没有编号，肯定不是正常的焦距。你们干什么呀？就是啊，拿我们教具干嘛？这不是真的教具，是人的头骨。我们知道呀，我们经常画这个。啊，麻烦你们让一让，我们还要画画呢。好了，大家先下课吧。我是西中的美术老师曲兰心，情况教务处已经告诉我了，我来配合你们查证。这个头骨的情况你了解吗？这是医学院捐赠给我们的特殊教具，10年来学生们都对着它练习写生，准备艺考。那你们没有注意到，这个头骨没有捐赠编号吗？我是4年前调过来的，之前的情况不太了解。之前看到躯干上有编码，我以为这个头骨跟它是一套的。这个颅骨我们需要带回去，调查死者的真正身份。只凭头骨，真的可以画出生前的样子吗？肖像，在古代叫写真。我要做的，就是帮他最后一次告诉世界，他是谁。画出来的样子，我想看看。现在已经化验确定头骨、尸骨属于同一个人。接下来只要扫描头骨数据，把颅骨宽度、长度、颧骨高度输入到电脑里 ，AI 就能模拟出生前的人像。审议能比电脑快？你到底是谁？陈队，好了。这什么呀？AI 复原的人像，还原度已经很高了。关了吧，怪吓人的。程队，这是本市近10年失踪人口的照片，25岁以下的我全摘出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沈一啊，肯定画不出来，就凭头骨，倒不如让嫌疑人自首。那可不一定。把这些人脸照片都记下来，身份信息也都要背下来。破案最后还得靠我们自己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沈烨拿一份去。给他干嘛？公平起见，别到时候输了说我欺负他。好的，程队。胳膊肘向外拐。
请进。怎么样啦，沈老师？我在标记鼓点。哦，这个是城队那边排查出来的10年内25岁以下失踪女性的照片。谢谢，但我现在不能看这些照片。为什么？看到真人照片不是容易更有感觉吗？如果没有这个颅骨，只是凭空想象，我也没有把握。但是现在有了这个颅骨，我就可以通过软组织厚度测量法，来确定肌肉的走势和薄厚。我不看这些照片，是怕被干扰。我现在脑子里已经有他样子了。沈老师，你太厉害了！那你先忙，我就先撤了，加油！谢谢。嗯。画出来了吗？任小璇。任小璇，1996年7月9日出生在本市，10年前失踪，失踪的时候15岁。2010年的9月份转入北江七中上高一，2011年的6月转学离开。报案的时间是在2011年的6月24号晚上，报案人是他的母亲梁俊秋。法医鉴定结果，任小璇遇害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在2011年的6月份，所以他很有可能在失踪的时候就已经被杀害了。是的。另外呢，当时派出所走访得知，任小璇6岁时父母离异，他一直跟着母亲生活。据说他从小就性格孤僻，没什么朋友，同学和老师都觉得他很敏感，不太好相处。哎呀，这案子复杂了。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敏感，又是单亲家庭，更容易形成孤独型人格，缺少密切关系人，很难得到更多的有效线索。再加上这么多年过去，那有些人可能不在本市了，都有可能都不在国内了，这调查范围太大了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学校找他打听打听。无组织无纪律。哎，人家小沈那是学艺术出身的，能力强，有点个性，很正常。破案不是靠个性，他真有本事，就带点有用的线索回来。想不到你这么快就画出来了。任小璇，你认识？认识。我记得你说你刚调来不久啊。我也是七中毕业的，那个时候我和他都是美术兴趣小组的。他转学过来那一年，我高3。我上次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些木板，挺有意思的。这些则是废弃课桌的桌板。
美术组的同学啊，就喜欢在上面刻字，一届又一届。我到学校上班之后，觉得这些字啊、画呀挺有趣的，扔了可惜，就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做成了文化墙。这一条走廊，可承载着我们学校10几年的过去呢。你的课桌板呢？哪一张是啊？我可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桌板干干净净的，放不上来。对了，你眼中的任小璇是什么样的人？就瘦瘦的，不爱说话。任小璇家就住这儿，她妈妈5年前再婚了，又生了一个孩子。谁呀？你们？我们是北江分局刑警队的，请问你是任小璇的母亲吗？你们是在哪儿找到他的？在北江七中操场底下。10年了，原来离家这么近。任小贤上学期间频繁转学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孩子自小就敏感，不好相处，到哪个学校都待不太久。他失踪之前有什么异常吗？记不清了，他总是自己待着，我也不知道他成天想些什么。自从我跟他爸离婚之后，他很少跟我说话，我知道他恨我。他当时上学的东西还保留着吗？把这些都带回局里去。好。深渊，你们是谁迷失在黑暗？遗憾或背叛，难道就此尘封了答案？世界上演黑白是非纠缠，谁都未能幸免，就让手中画笔去穿针引线，解构尘世间迷惘沦陷。笔尖虽无言，却揭开人心虚情假面，是灵魂真相，说善恶之源。就算乌云漫天，仍要是往彼岸真相才是终点，画圈。